分析认为，寻求安全保障、争取军事援助是泽连斯基此次访问瑞士的目的之一。现在，美国的援助资金已经枯竭，乌克兰将寻求外部军事援助的方向转向了欧洲。16号，泽连斯基也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除推动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议题外，双方还就欧盟再次启动对乌克兰500亿欧元长期援助计划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欧盟内部，匈牙利是推动这笔军援的主要障碍。冯德莱恩承诺将在2月1号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努力说服匈牙利，如果无法成功说服，欧盟可能会寻求排除匈牙利的投票。My personal priority is to have an agreement by 27. If this is not possible, we are prepared for an agreement by 26, but I strongly support and prefer an agreement by 27. 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态度依旧强硬，他表示希望对乌克兰的任何援助计划都与常规的欧盟支出分开，以免各个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资源可能流向乌克兰。Mind a két ország számára fontos a szuverenitás. Magyarország részéről és úgy érzem, hogy itt van azonosság, nem örülünk a brüsszeli szuperállami kezdeményezéseknek. Egyáltalán nem örülünk az illegális migrációt legitimizálni akaró törekvéseknek. 随着俄乌这战事马上接近2年，各个国家出现了援乌的疲劳症，这些疲劳症是源于这些欧盟给予乌克兰所谓的这些优惠的待遇，严重的损害了乌克兰的邻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的核心利益。在西方国家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乌克兰的亲密盟友拉脱维亚则表示将支持乌克兰直到胜利。彭博社报道，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称，拉脱维亚正在逐步建立一个由近20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数千架新无人机。他指出，无人机战已经成为这场战斗中的重要元素，填补库存将给基辅武装力量提供助力。除此之外，塔斯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也公开了新的对乌武器援助计划。马克龙说，巴黎准备向基辅当局提供40枚斯卡普1G 巡航导弹和数百发炮弹。We will continue helping Ukraine with its needs. 马克龙还表示，当前欧洲面临的最大风险仍然是乌克兰危机，因为关系到欧洲自身安全。他计划2月访问乌克兰。实际上，在马克龙公开表态之前，法国新任外长塞茹尔内已于本月13号访问乌克兰。此前，英国政府也承诺向乌克兰增加新一轮援助。泽连斯基12号与苏纳克在基辅签署了为期10年的两国安全合作协议。根据协议，2024至2025财年，英国将向乌提供25亿英镑军事援助。英方支持其国防企业在乌投资并开展合作，支持其武器装备在乌维修、保养和本地化生产，支持加快相关军事技术转让，以及加强对乌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在这25亿英镑军事援助中，至少有2亿英镑将用于采购军用无人机和无人艇等，这将成为乌接受的最大一笔无人机援助。然而，英法最近的承诺仍然停留在表态层面。俄新社援引俄政治学家伊尔辛的观点称，英国、法国等国加大宣扬对乌支持，是为了重新提升其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英国表现得尤其活跃，试图强调其脱欧后也恢复曾经的实力。有俄媒分析，英法等欧洲国家正试图接替美国，积极承担对乌援助的责任，但欧洲不具备美国那样足够的资源，难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且欧盟内部分歧日渐凸显。因此，乌当局最有可能得到的是一堆口头承诺，而非真金白银或是实际的枪炮弹药。未来西方或将更加倾向于和谈。英国跟法国的自身的实力，甚至说整个欧洲的自身实力都难以来填补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空白。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是口头上的这样的一个声援和支持，要远远超过真金实弹要多得多。泽连斯基试图让乌克兰问题成为达沃斯首要议题，但似乎没有达到目的。俄乌军事冲突今后将如何演进呢？陈先生，没错，泽连斯基呢试图让乌克兰问题成为达沃斯首要议题，并敦促政界和商界领袖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两个希望呢似乎都有点落空，除了得到美欧政客的一大堆毫无新意的口水以外，好像没有拿到什么实惠。为了突出乌克兰问题的重要性，乌克兰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前呢举行和平会议，83个国家的安全顾问参加，但会上贩卖的还是不切合实际的10点意见，也就是泽连斯基前年就提出来的。所以呢，和平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反倒遭到俄罗斯的一番嘲笑，
说乌克兰讨论和平呢是毫无意义。普京更是直言不讳，说乌克兰想都别想夺回这俄罗斯取得的领土。之后呢，泽连斯基在论坛发表讲话，希望政界和商界领袖给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否则呀，俄罗斯可能攻击其他的国家，很快吃住了单子。比如说呢，先进的战斗机和防空型武器，以获得空中优势。但是美国和欧盟的高官像布林肯、芬德莱恩，口头上承诺呢永久的支持乌克兰，密切的进行合作，但是拿不出真金白银来。其实呀，这个乌克兰去年的反攻失败以后，欧美呢联手援乌抗俄已经是摇摆不定，西方各国呢是各打算盘。乌克兰的亲密盟友拉脱维亚呢实在是看不下去，直言道：“今后呀，咱们是不是该老生常谈了？我们总在说，只要乌克兰有需要，我们就全力支持，直到乌克兰胜利。”这种话呀，语气呢显然不是真的，需要改了。那么在达沃斯论坛上，乌克兰问题没有成为首要议题，这是议题之一。其热度呢要低于加沙战争、红海航运、中国经济增长、人工智能究竟带来什么等等，似乎意味着乌克兰问题大势已去。从欧美只表决心支持乌克兰，但没法拿钱给乌克兰，也表明西方对乌克兰有点失望，对战胜俄罗斯呢基本上不抱希望了。好了，这也预示了俄乌军事冲突的未来走向。俄乌呢将继续死缠烂打，缺乏西方援助的乌克兰得靠自己的努力来打仗了。也许到了下半年，对援助乌克兰不堪重负的西方会主动的找俄罗斯，敦促俄乌双方停火。日本共同社15号引述多名政府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正探讨加强合作，包括在两国周边出现突发事态之际，自卫队和澳军共享情报等举措。这是日本在军事上的又一突破性举措。日媒报道还特别提及此举针对中国。观察指出，日澳此举是对此前双方达成共同安全宣言的进一步落实，其后果是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亚太地区军事对抗的不确定性。日本共同社称，日本政府把澳大利亚定位为仅次于美国的准同盟国，希望提高所谓对华威慑力。报道引述相关人士的消息透露，这一举措假定在东海等日本周边出现突发事态的同时，南太平洋和南海等靠近澳大利亚的地区也发生了紧急事态。两国防务部门似乎正在协调各自的突发事态应对方针，磋商情报共享方式。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于2022年10月发表新版的安保合作共同宣言，该宣言成为未来10年日澳安保防卫合作的指南，也是继2007年两国首次发表安保联合宣言之后，日澳准同盟关系再度升级。这一宣言确认，两国军队可在对方国家举行军演、互通装备、共享情报、就国防科技及国防产业展开合作等。两国的最新举措被认为是在进一步落实该宣言，其背后也不乏美国的大力撮合和推动。日澳还曾于2022年1月签署让部队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消除了双方在对方国内举行联合军演的障碍。去年12月，澳大利亚首次参加日美代号为山鹰的大规模兵棋推演，演习在位于日本北部和中部的美国和日本军事基地举行。这个日澳之间的合作其实不只是一般的军演，那包括实弹射击，还有敏感的武器试射也在澳大利亚本土进行。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像航空自卫队的这 F-35A 战机也移驻到澳大利亚北部进行短期部署。值得注意的是，日媒报道还特别提及，考虑到中国的动向，日澳在探讨扩大联合训练以及在澳开展日本长射程导弹发射试验。报道称，日方为完善摧毁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等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就在日本国内受到限制的长射程导弹发射试验，正询问能否在澳实施。日方希望不断合作，促成制定展示今后广泛合作方式的防卫合作方针。这一动向尤其值得警惕。此前也有日媒报道，日本希望在本世纪30年代部署飞行分别达到约2000公里及约3000公里的长射程导弹，此后这一计划被提前至2025年。日本共同社认为这体现了日方的紧迫感。然而日本国内既缺乏战略纵深，不具备中远程导弹试射的条件，又面临和平宪法的约束，能借助澳大利亚的地方对日本可谓是求之不得。而澳大利亚在美国的误导下，正在滋生出一种莫名的不安全感，双方因此一拍即合。分析认为，如果这一动向得以实现，将成
成为日本对和平宪法彻底的实质性的背叛与突破，是包括很多日本民众在内的亚太所有爱好和平人士强烈担忧并坚决反对的。此前有日本媒体形容美日澳防务关系改变了游戏规则。事实上，观察指出，日本发展远程导弹已不只是改变游戏规则，对曾经遭遇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而言，这更像是揭开了恶魔的封印。那随着日本不断的强化它武器装备的这个发展，尤其它要发展所谓的攻击性武器，还有相关的兵力，因此和澳大利亚方的合作，在这个部分未来会给自卫队更多的方便之门，让它不只是让武器相关的科技检验，那更加务实，更加有良好的场所，而且与像澳大利亚或与美军之间的协作、联合军演，其实利用这个场所也可以同步进行相关的检验。另一方面，日本和澳大利亚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该对话机制以美国为主导，还包括印度。日澳还自称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同盟体系的北南双锚。分析认为，日澳防务合作进一步升级，使其正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两只爪子。两国按照华盛顿的意志和部署，在军事上逐步加强互动与合作，甚至明目张胆地提出以对抗中国为目标，对地区局势所造成的影响必然是破坏性的、恶劣的，毒化了地区和平环境，加剧了紧张氛围，在用力把亚太地区往安全困境里推。尤其是在欧洲有俄乌战争，在中东有以哈的这个战争，还有以哈战争的外溢效应等等。我想近期都让美国伤透了脑筋，要分散很多资源。因此，相对在印太地区，我认为目前美国可以发的牌其实相对比较有限哦。